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龚俊晒地球超新鲜团建合照，从搞怪名场面到综艺困境，流量与口碑的双刃剑。8月17日，演员龚俊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组地球超新鲜剧组的团建合照，瞬间点燃全网热度。照片里，他与刘宇宁、王玉雯等嘉宾硬挤在车内搞怪自拍，表情管理彻底失控，被网友调侃偶像包袱碎成二维码。短短几张合照，不仅登上多个热搜话题，还让节目热度一度突破26000，稳居2025年综艺榜首。这组团建照的趣味性与接地气，几乎让网友忘记了他们是流量明星。龚俊张大嘴巴作狮吼状，刘宇宁翻白眼到灵魂出窍，王玉雯则在后排夸张比划惊恐手势，三人一副综艺三小只的样子，完全没有端着偶像架子。网友调侃：“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拼车照吗？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更好看。”照片传递出的真实感和欢乐氛围，也与节目本身的定位高度契合，一档主打旅行、探秘与搞笑的综艺，如果连嘉宾私下互动都能成为名场面，说明节目在氛围感经营上确实抓住了观众的心理。事实上，这并非龚俊第一次在节目里贡献封神名场面。自从7月27日节目开播以来，他几乎每一期都能带来全新的话题。最出圈的当属他模仿黄晓明的抹嘴唇加邪魅笑，短短几秒钟的视频，精准复刻出油腻感，让网友笑到垂的，还引发了大规模的表情包二次创作。紧接着，他在大展宏图环节跳出的孤勇士舞蹈，又让全网再次沦陷。龚俊四肢不协调，动作魔性，被网友调侃拦10辆出租车都追不上这舞姿，还顺势收获综艺梗王的新称号。除此之外，节目中的猛男开车桥段更是笑点拉满。龚俊坐在驾驶位，开车方式粗犷直接，把刘宇宁吓到用嘴巴踩刹车，王玉雯在后排连声尖叫。那一幕简直就是喜剧电影搬到真人秀现场。节目组没有刻意营造冲突，而是通过嘉宾之间的性格反差自然生成笑料，进一步凸显了综艺的人设碰撞魅力。而在挑战臭豆腐的环节，龚俊从自信到崩溃的全过程也让人津津乐道。起初他一本正经地说我能吃，下一秒却被气味冲击到五官扭曲，甚至故意朝队友哈气报复。这种自黑式幽默既颠覆了他在《山河令》里高冷温客行的形象，也让观众感受到明星最接地气的一面。网友戏称他是邪恶萨摩耶，表面人畜无害，实则暗暗整蛊。可以说，地球超新鲜已经成为网友的表情包工厂。明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，而是与观众共享笑点的同龄人。这种去神话趋势，正是综艺节目打破壁垒的关键所在。地球超新鲜的定位原本极具吸引力，它以环球旅行家文化探秘为核心概念，既有敦煌的千年壁画，又有那不勒斯的浪漫海岸。节目请来了孙红雷、李乃文等综艺老人，负责提供情怀与稳定发挥，同时又加入龚俊、刘宇宁、王玉雯等新生代，贡献流量与新鲜感。理论上，这是一次代际融合的理想尝试。然而，随着节目推进，观众逐渐发现一个问题：节目组虽然斥巨资出国录制，却频繁把嘉宾关在酒店玩老掉牙的游戏，比如你画我猜谁是卧底等，几乎是10年前综艺的标配。异国风情镜头极少，反而是酒店麻将局式的场景充斥荧屏。网友吐槽，既然全程在室内玩，不如省钱在北京录。这种模式错配带来的失落感，直接导致口碑下滑。节目首播当日，
热度破23000，短短5.5小时跻身爆款俱乐部。然而第3期之后，豆瓣评分却从8.2掉到7.1，评论区分化严重。有人说这是综艺创新不足的缩影，也有人直言流量撑得起热度，但撑不起口碑。节目的另一个争议点在于代际鸿沟。在第3期的舞蹈猜词环节，龚俊与李乃文分到一组。面对网络流行梗，李乃文一脸茫然，几乎每道题都需要队友逐字解释，导致节奏拖沓。龚俊一度难掩嫌弃表情，甚至被网友截图调侃社死现场。这种代际差异，一方面制造了综艺冲突，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观感。年轻观众嫌弃老一辈跟不上，年长观众则批评年轻人耐心不足。这种双向不满，反映出当前综艺在嘉宾选择与内容设计上的矛盾。如何既满足流量需求，又兼顾内容创新？有网友尖锐点评：综艺不是明星的养老局，更不是流量的秀场。如果不能在玩法上升级，明星再放飞也会被消耗殆尽。在争议与热度交织的环境中，龚俊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他在节目中展现的真实不做作，赢得了不少好评。无论是臭豆腐表情包，还是魔性舞姿，都展现出他敢于自黑、乐于放飞的态度。这种综艺感在当下的内娱，恰恰是稀缺资源。与此同时，他在另一档综艺《花儿与少年》同心记的路透照中，素颜出镜也引发热议。戴着毛线帽，皮肤状态依旧在线，与节目中的搞笑担当形成鲜明对比。粉丝调侃，综艺里的他是灵魂暴击，生活里的他是颜值正义。这种反差萌让他的人气进一步升温，也加深了国民男友的人设。然而问题在于，当一位演员越来越依赖综艺梗出圈，他的影视主业会不会被稀释？龚俊凭《山河令》打开国民度，如今却因综艺表情包不断被讨论。有人担心这会让他陷入综艺红人化，削弱演员身份的厚度。地球超新鲜带来的现象级热度，最终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命题：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综艺究竟该追求短期爆点，还是长期口碑？短期来看，龚俊的表情包、刘宇宁的吐槽、王玉雯的尖叫，足以撑起话题度，让节目频频登上热搜。但长期来看，如果节目缺乏创新玩法与文化深度，观众的热情终将消耗殆尽。正如网友评论，明星的搞怪能让人笑一时，但真正留住观众的是节目对世界文化的挖掘。或许，当镜头扫过车内挤作一团的明星时，我们除了笑声，还该思考：娱乐至死的狂欢过后，留下的究竟是难忘的记忆点，还是一地鸡毛？地球超新鲜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当下综艺的机遇与困境。一方面，它证明了明星的放飞自我依旧是流量密码；另一方面，它也暴露了节目创意匮乏与结构失衡的弊端。龚俊的表现固然亮眼，但他是该继续深耕综艺，还是回归影视主业？这是粉丝和业内都在关注的问题。综艺的生命力从来不只是靠明星表情包来维系，未来的爆款一定是兼具笑点与深度，既能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，也能传递文化价值。对地球超新鲜而言，这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